十年的友谊了啊，如此之顽固的存在下去，也是很不容易哈。第二个当然要感谢深圳图书馆啊，这么一个好的平台，这么人文的平台，这么轻松的平台，走出去就是枪战，就是为了金钱而战。今天坐在这里，大家可以终于的潜下心来学点知识了啊，我觉得很好啊。当然今天这个特殊日子，我也特别感谢能够在座的各位女同胞啊，因为是你们的节日嘛。那么我今天有幸和你去来探讨这样一个稍微硬一点的课题啊。所以对于广大的女同胞来讲，表示点歉意啊。今天应该讲点人文，那个刚才南老师也说了啊，人文精神嘛。但是呢，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其实如果是你跟着我今天讲听下去的话，你就发现科技硬邦邦的科技其实是更伟大的人文。你想想马斯克他准备把这个卫星发到火星上去，到那个时候，鲍明是一个美丽的美国的少女。他决定到了火星，不准备回来。你就看看这个情况，你就知道女性多伟大。没有一个男人敢报名，他报名了啊！可能再过，用了几年吧，就把他送上去了啊！大家要一起关注啊，这个事情啊。这个我扯太远了啊，我还是拉回来啊，拉回来。那么我今天呢讲的是，对我安排的讲的下去就是咱们深圳的科创之路的历史与未来哈。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啊？我倒建议你。至少今天下午的1个小时时间里，你保持一点兴趣啊，因为深圳是中国的科创第一城啊。当然今天我去这个我的讲过程中要回避的这个第一城的概念，为什么比较敏感啊？现在有些敏感的因素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灵魂之问啊，深圳科创灵魂之问，就是这件事搞得我们说起来深圳是第一城，我们有点要掂量一下。这样说会不会引起更大的社会冲突啊？什么意思呢？大家都知道DeepSeek，我想你们现在的手机上、你们电脑上，大概很多人都已经下载了，对吧？如果你现在你的手机上还没有把 DeepSeek 下载的话，估计有人要斜眼看你的，是跟不上时代的 out 了，是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2025年，就今年的1月20号发生了一个超级大事啊，开源推理模型 DeepSeek 啊。这个221正式发布，那么它的性能呢，与我们大名鼎鼎的 OpenAI 啊，那个山姆奥特曼贝特曼啊，叫奥特曼的那个人，他搞的这个东西就是 ChatGPT 3个版本，那是一模一样的，甚至比它强。那生成这个模型的费用多少呢？500多万美元。你说哇，500万这么大呀！我告诉你说，美国任何一个模型都没有少过几个亿美元的，他用了500万美元多一点。就搞出了有点要超越美国人的这样一个可怕的一个东西啊！只用了人家1/20的这个费用，那就这如同在全球的 AI 界投下一个重磅炸弹啊，引起了全球 AI 界的市场的惊慌啊。那么当然也有个黑神话孙悟空啊，我们知道很了不得的动漫的一个专家，他说了，冯骥啊，他说这是什么意思啊 ？DeepSeek 是国运级的科技成果。那么当然还有一个人评价更可怕，那就是首都医科大学的校长，他说这话，他说是这样，他说 DeepSeek 这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对人类的最大的科技震撼。哎呦，这评价我不知道大家关注没有啊？但是呢，这个评价是不是准确？咱们先说，至少这些都是科技界的顶级人物，他们不会纯粹胡说八道。那么其实真正的反应是美国人。那么自从 DeepSeek 出来以后，所有的美国的大的科技企业AI 的科技企业全部接入了 DeepSeek。国内的大的企业，比如我们深圳的华为、深圳的腾讯。昨天下午我在腾讯参加会议，腾讯的科技高管跟我们谈到了他们接入 DeepSeek 的效果。我告诉你说，腾讯如果不接入 DeepSeek，腾讯就被淘汰，就这么简单。而且你数据它的效率只是没有接入的几10分之一。他为什么要介入？对腾讯赚钱很有好处。那么接入以后对 DeepSeek 好处没有？好处也非常之大，相互赋能啊，就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东西出来以后呢，我们知道著名的世界的芯片 No.1 的供应商是谁啊？英伟达吧。英伟达到什么程度呀？当天股票下跌10.24%，看到没有？为什么它要下跌呢？因为原来以为需要巨量的晶圆、需要的晶片来堆砌它的算力
用算力支撑算法产生大模型，是不是这样的？那么 DeepSeek 告诉说不用那么多钱，不用几个亿美元的，我用500多万就可以了。你搞这么多芯片干什么呀？哎，他即使打了英伟达嘴巴，就使得英伟达完全没有招架，所以他的野心勃勃。刚刚我们知道，开年之后，特朗普刚刚公布了一个超级的野心勃勃的计划，就是 AI 的星际之门啊。当年我们知道著名的阿里巴巴投资人这个孙正义也投资了嘛，投资几千万美元嘛，是吧？他总加起来这个星际之门投5000亿美元啊，准备干什么呢？就是要搞 AI 啊。结果那儿还没搞，这儿用很少钱把它推起来了，而且超越了它，这是不是很打脸？很难受，是吧？这样的情况呢，就使得中国的 AI 的地位急速的在国际上拉升这样的情况啊。那么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在深圳，我们就担心我们自己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一直是在中国科技界是没有人攀比的，在这之前，杭州根本不是深圳对手。但是这件事发生以后，我们知道有一个问出来了，其实全国很多地方都在问了，江苏首先发问了，为什么？杭州6小楼没有生长在南京，很多全国城市都问，那我们深圳也在问这样的问题同样的问题。那么这样的情况，我们杭州厂 DeepSeek 也好，这个黑石毛悟空也好，还有这个宇树科技，他们所有这些产生巨无霸的这个用一个这个独创的、自创的这样一个科技公司、小型公司，取得了世界级成就的公司，为什么偏在这个时候齐刷刷的发生在杭州？没有出现在深圳，我们就问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所谓的深圳灵魂之问因为我们为什么特别的深圳对这个问题最敏感呢？因为深圳一直以来就是中国科创的先锋城市，但是DeepSeek它的出现，的确让市场对深圳的科创先锋城市地位产生那种疑问，说我们深圳能够守住中国科创先锋这个城市地位吗？杭州在科创领域能不能超越深圳？我们有这个担心好，我现在当然今天不是说提问题了，我还是要回答一下问题那么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呢？我们看看深圳的底蕴和定力。所以我觉得的确它在这个 AI 上，我们看到了杭州的反超能力，我们看到了，但是我们深圳是有底蕴的，我们可以承认。在人工智能算法和语言大模型以及通用大模型的这个开发上，杭州目前暂时领先，走到了全国前列，甚至在世界前列那么23年末深圳和杭州人工智能产业企业都有2000到3000家，但是深圳的产值是多少呢？3000多亿，杭州多少呢？5000多亿。你看，它比我们多了2000亿，是不是走到我们前面了？所以该承认事实，不要去否认。但是，以深圳在全球科创领域的这样一个底蕴和定力，以深圳在全球科创领域里面的这个科创领域里面的韧性和强大，那我们完全不必要对深圳作为中国科创先锋城市的地位产生担忧。我说的结论出来了。但是说，人家说孙老师，你这么说，你有道理吗？你有理由吗？我现在告诉人家理由。第一条，我们看看这个深圳城市的基石在这之前的若干专家可能都谈到了深圳底蕴。那我今天就从大家最关心的深圳的科创有没有支撑力的角度来和大家分析一下这个城市基石给大家一个基本的图谱。大家看了就对这个城市就更加明白了我们看看我们的市域面积。1990平方米，对吧？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么它有多大？到底算多大呢？相比之下，是北京的8.1%，是上海的3.2%，是广州的3.6%，是杭州的8.4%。看到没有？没有空间发展科技是多么难。别人说深圳房价高，是没有地那只能把房子往高拱。只能把房价往高拱没办法所以深圳有它的难处，但是也看出了深圳的韧劲。我在这么狭小的面积里，我还要长这棵参天大树，容易吗？不容易我们看到80年人口30万，它不是农业人口那么目前的户籍人口600万，常住人口
1800万啊，实际的管辖人口2200万啊，3个人口。大家想，其实深圳有多少人口？你千万不要单一回答。你要说是户籍人口，还是常住人口，还是管控人口，3个人口，好吧？那好了，45年来年均净增多少人？50万，当然是以移民为主啊，因为深圳生了那么多孩子，外面每年的以去年移进了多少？去年移进了将近20万人。好多人说深圳人在降低啊、下降啊，错，深圳的常住人口。去年净增将近20万啊。那好了，我们再看啊。那么我们看到16年出现的现象，就生产特别合作区由深圳直管啊，可能有些朋友还没听过，深圳在哪里啊？深圳在这个地方，汕尾中间隔了一个大亚湾，对吧？这个切了468平方公里，这个不是深圳的，仍然是汕尾的，但是由深圳直管，理论上就是深圳的一个区。这边我们10个区，但是不能说是深圳的，那叫什么呀？10+1，10+1结果什么呢？它全部的产出，它全部的管理都由深圳，它的车牌号码、电话号码等等等等都是深圳。它将原来本地居民7万多全部转入深圳户口，明白了吧？就是说是汕尾的地，实际是深圳的人、产业、资金都是深圳的。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深圳的第11区，只是我们不能这么说，所以我们叫10+1啊，这个概念啊，大家明白这个背景啊。好了，我们再看一个数字啊，那么30年前平均年龄28岁，目前平均年龄33岁，什么意思啊？走了40多年，我们岁数上升了5岁啊，全国的平均多少呢？44岁。所以我们仍然是年轻朝气蓬勃的城市啊。那么80年的时候，我们的 GDP 是多少呢？不到2个亿。那去年多少呢？36800亿，增长多少？1.8万倍。好了，这样的速度，人类5000年来，全世界200个国家里头，我告诉你说，没有一个城市能达到这个。所以说，大家无论如何，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你再困难情况下，你要为这座城市感到骄傲。如果你发展不好，不要抱怨这座城市，是抱怨你自己没有跟上这个城市的步伐啊，是这样的啊。因为数据已经说明它是一个强者，我们在深圳，我们不能当弱者，就这么简单啊。好，我们再往下讲啊。80年人均 GDP 是300美元，现在多少呢？去年3万美元，你看大概100倍吧，也是人类的发展速度啊。当然3万美元高不高？旁边香港5万美元。啊，美国呢是8万美元，北欧是10万美元，所以我们高不高？甚至很发达，但是相比国际社会，我们仍然还是小弟弟，我们仍然有往前进一步发展的充分的空间。所以大家不要说深圳已经没有机会了，没有机会是你不会抓机会，不要怨别人啊，好不好？好，我再往下讲哈，我们看到2024年深圳的本外币数额很重要啊，因为它钱多钱少。有人没人，这很关键。只要人来，只要钱来，这个地方一定会有机会啊。我们看到多少钱呢？80年人均的80年的本外币存款是到2024年吧，去年是13.58万亿啊。这个数字大家可能有没有查到？我告诉你啊，仅次于北京、上海，是在国内啊，不算香港的话，是在国内是排在第3。如果加进香港，我们第4位。香港多少？香港15万亿啊。这个上海多少呢？上海18万亿，北京是22万亿，广州多少？广州8万亿。你看，广州比我们落了整整5万亿啊，什么概念呀？所以说，金融中心不是开玩笑，没有钱怎么是金融中心啊？如果不是金融中心，经济怎么发展呀？啊，就这样的，它是完全连带关系好。好，我们再往下看啊，那么看看税收吧啊，全口径税收差不多1万亿啊，去年稍微滑了一点。没关系啊，深圳我到这个不担心啊。1万亿的全口径税收，其中上缴中央6000亿，自己腰包里留多少？4000亿。旁边广州多少呢？广州1500亿，广州还没有深圳1半多。所以说，为什么深圳在广东、在珠三角这么牛？因为他有钱啊。当然，现在最近从去年到现在，你要到财政部，他会说我们也没钱了。这个阶段性啊，因为情况和疫情以后，加上经济形势不太好，
所以说我们目前深圳市的财政有点困难，但是大家不要担心，因为它不像杭州，杭州牛啊，杭州一年卖地2000亿，深圳一年卖地多少？300亿啊，我们就没有卖地钱呀。为什么没有卖地钱呀？因为深圳有地吗？没有地卖什么钱呀？杭州有地是我的8.6倍呀，所以它地多得不得了啊，这里的差别。所以说天赋资源在哪里？我们缺这个东西，人家又不给我。我们喊了多少年保本在的，喊了多少年扩容直缴权，就是不给你，不给你的结果没地，那我就敢把绿景这样的楼盘盖到75层，你们敢买这房子吗？到75层，每天在云里飘，随着白云飘飘啊！你看，我得讲点人文的味道来说说我们深圳的科技背后的辛酸啊。好，也别讲那么多了，我们再看看，还有一个值得骄傲的东西啊，空气质量全国排名第4。有人说第4是什么呀？为什么不当第1呀？开玩笑，空气好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你这个管控好，意味着没有人才空气好啊。如果像我们这样高1.2千万人口的地方，空气好怎么办呢？说明你管控的相当好，是不是这样的？那全国超过1000万人口的城市里面，唯有深圳进入了全国的空气质量前10名，而且排在第4位。这也是我们值得骄傲的呀，2碳碳达峰、碳就是国家提出了这样一个指标啊，我们完全是满足的呀，对吧？那么另外我们看到我们的经济实力仅次于5京超越广州，名列全国城市第3。我们在16年就超越了广州这已经超越将近10年了。我们现在和广州的差距已经是一个惠州加一个广州等于一个深圳惠州多少呢？惠州6000亿。那深圳多少呢？深圳36800亿。那广州多少呢？广州不到1000亿，这个水平所以说追赶深圳估计至少20年没有希望就这样概念好，我们再看深圳还有一系列的符号让我们值骄傲的符号中国最重要的、最成功的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抬头兵这些都是非常牛的东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兴示范区。中国乃至国际上最具科创竞争力的城市这个不是我们吹的这是国际组织给的评价至于建设中国硅谷的中国科创线，当然现在讲硅谷，很多城市，包括杭州包括像武汉成都都喊他们是中国硅谷包括北京都在喊但到底谁是硅谷没有什么定论你就可以喊，没关系那么我们也是人类历史上全球范围内发展最快的城市。那我们将在2049年国庆100年的时候成为全球标杆城市。什么叫全球标杆城市？全球标杆城市就是世界城市。世界城市和国际城市一样吗？不一样。香港是国际城市，新加坡是国际城市，但是纽约、伦敦是世界城市，具有世界影响力才能成为世界城市，局部影响是国际城市。所以世界上只有2个半是世界城市，一个纽约，一个伦敦，一个东京。东京是半个国际城市够不到一个城市，其他城市都是国际化城市那么深圳现在在国内有没有？国内都是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香港都是国际化城市，但是它们要想成为世界城市还有点难度，这样有一系列指标来考评。那我们现在接受的中央给我们的任务，到2049年要成为世界城市。你看任务很艰巨就在你们年轻人的手里面，可能要实现这个目标。到那时候，深圳影响就全世界了呀，对吧？所以我想，我们这个是让我们充满期待的这个一个大的一个发展方向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看这个值得我们骄傲的中国民营主体最多、民营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城市。我们是440多万的一个商务主体，其中95%以上是民营企业所以人家形象说，深圳是民营企业大本营，上海是外资企业大本营，北京是国企的大本营。你看各有各的优势吧。那么什么企业最活呢？民营企业最活跃，所以我们才有了华为、大疆、比亚迪才有了这一系列的让我们骄傲的这个民营企业。好，我们粤港大湾区科技经贸核心枢纽城市在大湾区有11个城市，哪个城市它的科技经贸枢纽呢？就是我们这个是毫无疑问好，最后一个，中国未来新生产力最具代表性的城市之一我们叫新生产力行，有些这么多符号
那么深圳成为这样的城市，我梳理了一下有8个底色啊，大家掌握一下底色。第一个，经济特点并不说话啊，那么它有这么一个牌子，我一直扛到现在啊。虽然它那个所谓特区的15%的所得税已经取消掉了，但是特区还有一项是光荣任务，就是你去放开实验，给你实验权，出了问题中央扛，你不扛。这件事儿现在我们还在，所以大家还可以撸起手加油干啊，我们还有这个机会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毗邻香港啊，曾经的毗邻香港是所有中国人脸上的一个骄傲啊。那么到了今天，可能我们会觉得好像毗邻香港也没有太大的意思了，我都不去香港啊，千万不要这样说。其实香港呢，它还有很多优越的地方，我们不要太自大啊。我们现在面积比香港大，我们人口比香港多，我们经济总量比香港高，但是我们的法治化，我们的国际化啊，我们的很多的一些个非常好的一些事故，我们现在还和香港比，我们还是有的缺口，所以大家还是要谦虚一点啊，相互一点啊。那么还有就是市场机制刚说的，全国领先啊，有意推动了深圳的高效们的这个创新成长。另外，我们还有一个非常荣耀的成就，就是一线城市，很多城市用一些方法想削尖脑袋向一线城市起不容易。现在一线城市北上广深是很稳定的，其中有一个城市不太稳定，有可能掉出一线，哪一个城市啊？不用担心，不是深圳啊，叫广州。广州在业界经常把称为1.5线城市，我就说房价的北上深房价都是6万以上，唯有广州的房价是3.8到4万块钱，就是你房价比别人跌2万多块钱的时候，你说你是一线城市不好意思说，为什么？房价背后是购买力，是经济实力，是资金聚集度，没有这个聚集，你的房价上不去啊。所以说它是反映城市实力的指标，大家明白啊？好，还有一个特区立法权啊，这个很有意思啊。特区立法权就让我们深圳自己可以立法，一个省内的城市能够立法的，在全国寥寥无几啊。我们算一个，当然现在立法可能一般情况下可能省里面要过问一下，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自己立法，自己说了算，自己保证人大法，就这么简单啊。当年为什么要把法案文档扩进来？因为法案文档上没有扩进之前，他们是较大式立法权，较大式立法权就要看省人大的脸色。特区立法就不用看省里的脸色，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拼命去扩容啊，把特区立法权扩至全市以后，现在全市立法理论上可以不听省里面直接保中央的，这是个权利啊，这个很重要啊。好，我们再告诉你一个深圳之骄傲的证券交易所，我们现在在座的人买股票吧？你知道真正的证交所背后呢一系列的为感动人的故事吗？现在实在没有时间拉开，如果有机会专对场，我给你讲生动的案例，太可怕了。这个证交所的在深圳它的意义简直是绝对是一个高于原子弹的力量。如果没有当年李浩书记可着劲儿的把证交所拉到深圳，能有今天的深圳吗？深圳一个命脉，科技是一块，还有一块金融。如果没有这个证交所，你的银行、你的保险、你的基金、你的什么等等一些，完全没法说你的金融地位。深圳能成为既有科技又有金融双中心的城市，是因为有一个证交所。所以你每次路过我们边中心区的时候，仰望那个高楼，那是深圳重金扎进去，证明我一定要把证交所留在深圳的一个举措，太重要了啊！我不知道你们可能说我在业内我就知道，这个证交所对深圳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啊，不可估量的。有了它，有了深圳金融，有了金融，我们发展科技，发展其他，我们就有了资源支持。由于证交所，我们深圳成为全中国上市公司最多城市。上市公司那都是独角兽式的呀，隐居式的呀。全国几千万、多少万的上架呀，有多少能上市啊？在中国 A 股上有5000家呀，对不对？美国纳斯达克是2000多家呀。深圳一个城市可以有500多家上市公司，他们都是闪闪的明星啊。所以以你这个城市发展，全靠这个，非常厉害啊！好，我们再看民企，我已经谈到了，全国民企强调成为深圳科技的主力军啊，这个就不用讲了啊。最后一个特点，移民城市啊，这个我们全国移民占比最高的，平均年龄最低的，充满活力和包容啊。其实我们这些老家伙也是当年移来的吧，是吧？我和南老师都是，南老师比我还早2年的末，我是90年代初，我跟他都不来的啊。
我们来到深圳。那么我们经过这么多年，30几年，我来3、4年了，我的结论是幸亏来了，如果不来，我会后悔一辈子啊。所以这就说到一个情感了啊。我们一定要来理解自己为什么要选择来深圳，而不是去其他城市啊。好，我们再看值得我们骄傲的看去年财富世界500强排我们看到10家上榜的呀，像这么多的上榜城市，在中国城市是非常少的呀。而且我们在这过程中已经颠过掉了几个呀，比如说我们正威呢，比如说恒大呢，原来债务身上就是因为他们出了问题掉到那么多，我们现在还有10家。你看厉害不厉害？华为、招商银行、平安万科、立讯、金立、中国电子、腾讯、顺丰、比亚迪、申投控是国有企业，深圳的国资集团国有企业，它的资产规模多少？在全中国的国有企业里面 ，No. 1 4万亿资产规模，投资上千个项目。这就是玩投资，国有企业投资，我们深圳的这么大这个时间关系不能展开讲我们要看到我们的底气到底是哪里好了，我们现在就简单再说一下民基的底气要讲到科技，一定是民基的那么截至前年底，全市登记的商事数据是422万户深圳商业主体总量多年来位居全国大城市首位，形成了大企业顶天立地，小企业铺天盖地的发展格局，名副其实的中国商事主体第一城。那同时我们看到，民营企业超过244万家，占全国企业比例高达97%以上，全国最高，没得可比那么我们再看前年的财富中国500强这前100名中国8家，前100名中间有8家是深圳企业入围，而这8家都又有5家民营企业。所以近年来，咱们深圳民营经济呢，对 GDP 的贡献率始终保持在60%到70%这样一个左右，你可见它多么重要。所以为什么前一段总书记要召集这个民营经济座谈会？因为你现在中国经济目前这个状况，一定要民营经济让他们要出来他们只要进入到战场，咱们中国经济有希望那么我们看到它给整个税收的贡献占到70%所以我们是名副其实中国民营经济第一城好了，我们刚才谈到一个70和90的问题，这有2个数据，一个是民计数据这就是5、6、7、8、9，大家有兴趣可以记一下来。5、6、7、8、9什么呢？5成以上的税收，6成以上的 GDP，7成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成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岗位，9成以上的企业数量是民营经济的产物。所以民营经济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压舱石，是经济创新发展的主战场，是发挥着国有经济等经济形态难以替代的作用这是一个5、6、7、8、9。那么还有6个90，这是深圳独特的怎么回事呢？以民营为主导的深圳科创企业有6个90的说法，90%以上的创新型企业是本土企业，90%以上的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的植物发明专利出自企业，90%以上的重大科技项目发明专利来源于龙头企业。我们是不是骄傲？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份骄傲的成绩单的背后，我们其实有一份心酸的。什么心酸呢？我们深圳建设了40多年如果我们倒退10年的话，深圳还有高校吗？没有这2所当年一个深大什么都不是，还有一个是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应声